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你随时随地感到快乐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，你愿意知道吗？其实心理学已经发现什么能让人类感到快乐。今天我就来跟你分享这些方法。首先我就要问你个问题，请你回忆一下，什么时候你觉得快乐？是吃顿大餐？是打游戏、追剧、购物，还是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？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，你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你是不是一种非常投入的状态，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？其实这就是快乐的关键。当我们把心牢牢地放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，快乐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。回想一下，当你享用美食的时候，你会心不在焉吗？当你追剧打游戏的时候，你会东张西望吗？当你终于跟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被生活中的琐事分心吗？当然不会。就是当你身处这些让你开心的事的时候，你是全然投入，没有多余的杂念，也没有任何牵绊的。你可能会说，是这顿美食真正让我开心，或者说是这个游戏这个剧集很吸引我，或者说是我真的很爱这个人，所以呢他使我快乐。但是当你再仔细想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同样的美食，你第一次吃很惊艳，但如果你吃过几顿之后，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吗？同样的游戏，同样的剧集，你看过几遍之后，它还会这么吸引你吗？即使你跟爱的人在一起，经过一段时间，热情也可能会消退。所以无论是美食、追剧、游戏，还是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更新，才能保持这份投入感。这也恰恰说明了快乐不在于物品本身，虽然这些外在事物可以是我们通向快乐的途径，但它并不是快乐本身，而是我们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，自然而然而流露出来的感觉。另外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比如你得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圣诞礼物，你开心地跟朋友分享，结果朋友说，我刚巧也得到了一件礼物，我还有其他的礼物呢。当朋友跟你分享完他其他还有什么礼物的时候，你快乐的心情荡然无存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开始的时候，你注意力集中在你向往已久的那个礼物身上，但当朋友跟你分享他还得到其他的礼物的时候，你的注意力被 distract 到你没有的东西上，就已经分散了，所以你不再开心。我们常说快乐的对立面是悲伤，但当我们了解其实快乐是一种注意力专注时候产生的一种状态，那我们就会知道，其实快乐的对立面应该是无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聊其实是注意力发散的一种状态，注意力有无数个方向。当我们感到无聊的时候，其实并不是外界没有东西，而是我们的内心抓不住东西，我们又想做这个，又想做那个，因为没有一件东西能真正占据我们的心。所以呢，快乐来自于专注，而无聊来自于分散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太习惯把快乐交给外在事物。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看电视？因为不专注于吃，心就乱跑。于是我们搬来一个屏幕，把注意力按住，好让吃饭不那么无聊。工作也一样，如果你干着不喜欢的工作，大脑就会喊，太无聊了，给我点东西撑着。于是你开始听播客，或者是抽时间刷短视频。它们并不神奇，只是临时帮你的注意力制造了一个锚点。同样，当负面想法冒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习惯性的把它压下去。无聊，打游戏；心情糟，刷短视频。没错，这些方式确实能带来短暂的投入感，让杂念退去，换来一阵儿的快乐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越来越依靠这些外在事物来替我们制造专注，长期下去，心就变得越来越脆弱，
越来越难以靠自己来独立聚焦。而真正的快乐不应该是被外物操控的，而应该被自己掌握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想在生活中主动创造快乐，无论处境如何，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我怎么做才能让快乐不再依赖于外在事物？在这里，我要教你3个方法。第一，把冥想作为起点。冥想并不是一键生成快乐的按钮，它只是让我们更容易接近快乐。它训练的其实就是一件事儿，让我们心能安定的专注。方法很简单，观察呼吸，分心了就温柔地把自己拉回来。我太无聊了，没关系，回到呼吸。冥想的目标呢，就是训练一颗安定的心。这也是为什么它被医学证明对于焦虑、抑郁、强迫症甚至精神分裂症都有帮助。因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念头太多，四处乱跑。第二，学会忍受无聊。听起来比冥想更难，但它其实是核心能力。你可以在坐车、坐飞机，甚至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练练，什么都不做，不看手机，不带任何东西，就让自己停留在这个状态里。起初你可能会喊太无聊了，可想想看，你已经在刷短视频和看剧集上花了上千个小时，真的撑不过这几个小时的安静吗？学会忍受无聊。当你静静地坐着，让念头自由升起又自行退去的时候，你离真正的快乐就更近了一步。第三，处理那些挥之不去的念头。真正打破快乐的不是环境，而是脑海中反复响起的噪音。这些念头常常来自于那些未满足的愿望、未实现的目标，或者是对未来的担忧。它们不是偶尔的一闪而过，而是不断地提醒你，你知道的，你应该去做。只要它们存在，你就很难获得安宁。让这些念头安静，其实只有2条路：要么拥有极强的心力，学会彻底放下；要么就去做。本质上，这是一场跟拖延的搏斗。问问自己，我想要一颗平静的心吗？如果答案是是，那么就从困扰你最久的那个念头去做。比如你15年来一直想成为一个画家，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你脑海中，让你难以释怀。那么你就先迈出一小步，报一个入门的课程，买一个画笔，画出第一条线。这不是让你拼命完成所有的目标，关键在于通过这个小动作，让你内心的那个钉子松动了一点儿，让心能重新安静下来，让你再次回到当下，重新拥有感受快乐的能力。所以快乐不是遥不可及的，它就藏在3个练习里：专注当下，忍受无聊，化解执念。你不需要拥有全世界才快乐，你只需要让心安住在此刻，你就已经行在通往快乐的路上。最后，我想问你，在你生活中，哪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最常偷走你的快乐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勇气正是别人黑暗里的一点光。我们下次见。